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医生救救他，他快不行了！医院大门前，一位女子慌慌张张地喊着。她和医院保安一起搀扶着一位体型肥胖、脚步踉跄的男子。男子名叫阿健，当天吃完晚饭后，正在跟家人喝茶聊天。大约晚上8点多，阿健突然就两眼一黑，肢体无力。刚开始以为是晕茶，没有在意，但很快他就开始说话不清，身体一侧，无法动弹。家人感觉不对劲，马上送他去医院。在急诊室，医生测到阿健的血压高达290、130毫米汞柱，高出正常血压接近2倍。进一步排查，医生发现阿健有脑出血，但他的大脑内并不存在脑血管瘤和动脉畸形。经过问诊后，医生了解到阿健平日作息不规律，平日极少运动，又经常喜欢喝啤酒、吃烧烤，体检出高血压也没有遵循医嘱来控制，最后引发了这次意外。血压多高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持续上升，现有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约 3.3 亿，其中高血压占比最高，人数达到了 2.45 亿。血压就是动脉血管内血流的压力，当血压超过140/90毫米汞柱时，即可判断为高血压。高血压过高时可冲击血管壁，其危害是一个长期静脉的过程。很多患者在初期并没有感觉，随着血管的痉挛硬化，逐步的伤害心、脑、肾等的器官，可带来脑卒中、心梗、肾动脉硬化、眼底疾病等严重危害。超80%脑出血和高血压有关。那血压多高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曾有研究是利用健康柱来进行脑血管加压实验，血压一直从正常值加压到10倍以上时，血管才发生爆破。这说明只要血管健康，它是可以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那么为何高血压会引起脑出血？这主要是与血管的病变有关，如先天就存在脑血管急性，或者是脑内存在动脉瘤。当血压骤升，就容易出现血管破裂，尤其是长期高血压的患者，容易导致脑动脉硬化，形成微动脉瘤。这些动脉瘤和变性的地方在血压升高时就容易发生破裂。所以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患病的时间越久，血压值越高，脑动脉就越脆弱，出血的危险性也就越大。而脑出血发生前，血压是有提醒的。当年轻人血压大于等于120/80毫米汞柱，老年人血压大于等于140/90毫米汞柱，意味着到达了警戒线，脑出血风险升高，要及时的进行干预和防治。通常情况下，人的血压最高可达到250/140毫米汞柱，意味着血压到达极限，此时应提高警惕，立即就医。升压大户被揪出，4种食物要少吃。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的病因并不明确，但有很多已知的危险因素明确的与高血压发生风险有关。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可分为不可改变因素和可改变因素。不可改变因素包括遗传因素，如父母均有高血压，儿女患高血压的概率为 46%。性别因素，女性更年期患病率会低于男性，更年期后概率无明显差别。年龄因素，血管退化容易发生动脉硬化。可改变因素则主要指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高钠饮食、高血脂、体重过胖、吸烟、饮酒等。要是不想引发脑出血，建议日常少吃以下几种食物。油炸食品，炸鸡、炸串、鸡扒等的油炸食品，凭借着酥脆的口感和浓郁的气味，深受人们的喜爱，但这并不适合高血压的患者食用。油炸食品热量非常高，高血压的患者本身的血管压力就很大，
血管内皮容易受到伤害，出现缺损，而高热量的脂肪食物的摄入会在血管破损的部位沉积下来，形成硬化斑块，最终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肌梗死的发生风险。同时，油炸食品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过量的摄入会加重动脉壁的炎症，进而加速血管的硬化速度和粥样斑块的形成，这也会增加高血压患者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2. 高胆固醇的食物导致高血压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直接影响的有以下几个：血管动脉壁的弹性减退，血液的粘稠度增加和外周血管的阻力增加，而胆固醇的过高则会对这3方面都会造成影响。正常人的血管内膜是光滑而且流畅的，胆固醇的过高则会在血管内膜下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进而会使血管发生硬化，血管的弹性降低，脆性增加，血液水平也会升高，难以控制。动物内脏、猪脑、动物油脂、蛋类等胆固醇含量较高的食物并不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亚太地区有关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调查显示，亚洲人体内的胆固醇每增加1个单位，也就是1毫摩尔每升，心血管疾病的死亡概率就会增加 35%。3. 酒精。酒精中的乙醇在代谢过程中可作用于神经中枢，刺激血管收缩，损害血管内皮组织，长期以往就会对血压波动造成影响。4. 高钠食品。高钠饮食是高血压的头号元凶，钠摄入过多可引起身体的水钠潴留，导致血容量增加，引起血液持续的升高。除了食盐之外，钠含量高的食物如腌制食品都需要减少摄入。3. 维生素 B2 是高血压克星。经常听说一些说法称，多吃含维生素 B2 可以帮助降低高血压。为了证实维生素 B2 是否有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摘取了来自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队列研究中共计 1.2 万余名参与者的数据，结果发现多吃含维生素 B2 与新发高血压的风险下降了 26% 有关。维生素 B2 又名核黄素，对于维持身体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有重要的作用。一旦缺乏维生素 B2， 可导致口腔、皮肤、生殖等系统发生炎症反应，如结膜炎、烂嘴角等。若想补充维生素 B2， 优先推荐食补为主。在动物内脏、心、肝、肾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最高，其次为奶类以及奶制品、蛋类等。植物性食物中，干豆类以及绿叶的蔬菜中也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维生素 B2 虽然对高血压有保护作用，但想要预防高血压，还是需要多方面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饮食，多运动，保持心情开朗，才能够维持血压的稳定。4. 降血压小妙招。对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除了按时服用药物治疗外，都应该配合以下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对于改善高血压治疗作用很大。减体重。对于肥胖高血压患者，体重每减5公斤，血压可下降10到20毫米汞柱。2. 多运动。如果运动散步半小时以上，血压可降10毫米汞柱。3. 少吃盐。每天少吃盐在6克以下，血压可降5到6毫米汞柱。4. 好心情。保持良好的心情，不着急不上火，血压可降5到10个毫米汞柱。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